世人皆追求长生，殊不知长生既是祝福，也是诅咒。我一瞅狼王那沉下来的脸，就知道他又在琢磨我这来路不明的人族。龟老回他大前皇朝没我半点记录。狼王冷哼一声，等血祭完成，天下没人能拦我，到时候不管是人是妖，都得给我俯首称臣。龟老低着头没吭声，谁也猜不透这老东西心里打什么算盘。画面一转，我带着人到了禁地青铜古殿，正巧撞上灵虎和胡战，这两货一见面就剑拔弩张，恨不得立马拼个你死我活。可我压根没心思搭理他们，眼睛全粘在眼前这青铜古殿上了。我冲他俩喊，你俩与其想着弄死对方，不如看看这遗迹，比打架有意义多了。灵虎当场就不乐意了，放狠话，少故弄玄虚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今日就是你陈长生命丧之时。他这聒噪的声音直接打断了我的思路。我回头翻了个白眼，不耐烦道，我知道你想杀我，能不能等会儿？没看见我正研究东西呢。说完我就转回头继续看古殿上的花纹和文字。刘灵虎一个人在那原地蒙圈，他反应过来后当场就炸了，抬手就要冲过来，结果胡战的元婴傀儡直接拦在了他跟前。灵虎怒视胡战，你什么意思？帮外族？胡战瞥了一眼专心研究的我，淡淡道，灵虎，杀人什么时候都能做，你忘了我们来这的目的了。这话一出，灵虎的火气瞬间消了大半。他心里门儿清，我一个金丹期修士敢孤身闯妖族腹地，肯定不是为了完颜悦来的，背后绝对有人撑腰，贸然动手搞不好打草惊蛇，坏了大事。胡战把灵虎劝住，我总算能安安静静研究青铜古殿了。没过多久，胡战凑过来问，陈兄看出什么端倪了？我琢磨了一下，问他，胡兄，大前皇朝的无量秘境你听说过没？他说略有耳闻，问我这秘境和眼前的古殿有啥关系。我直言，关系大了去了，无量秘境里也有一座青铜古殿，这在大前不是秘密，可夜月国禁地也有一座一模一样的，你怎么看？这话不光胡战来了兴趣，连冷着脸的灵虎都凑了过来。夜月国和大前都立了1000年以上，这两处秘境打建国起就有，两座一样的青铜古殿，里面肯定藏着秘密。胡战说无量秘境是大前掌控的，非人族不得入内，他压根不知道夜月国也有这么一座。我摆摆手，别说你不知道，我猜两国知道这事的人都没几个。这古殿上的花纹不是普通装饰，你们要是不着急，我试试破译一下。胡战一脸怀疑，这青铜古殿我们妖族不少长老都试过破译，全无功而返，陈兄有把握？那眼神明摆着就是我们妖族大能都解不开，你一个金丹期人族能行？我也不废话，掏出一堆画着花纹的白纸，单独一座我当然没把握，但无量秘境的古殿也有人研究，两座放一起说不定就能破解。留下古殿的大能肯定是想给后人传信息，不是故意卖关子。我们看不懂就是因为隔的时间太久，当年的文字没了。说完我就开始比对两座古殿的花纹，胡战和灵虎也凑过来一起研究，毕竟夜月国的秘密就在这禁地，解开古殿的谜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。这一晃3个时辰就过去了，我盯着拼在一起的花纹，突然茅塞顿开，原来如此。胡战立马追问，陈兄有发现了？原来如此。胡战立马追问，陈兄有发现了？解开了。我点头。灵虎在一旁急得催，是什么？快说。我指着花纹道，你俩都是族中少主，肯定看出来两座古殿的花纹有关联，就是找不着对应的文字。灵虎撇撇嘴，这有啥？这东西存在多久都没人知道，当年的文字没了也正常。你说的没错，但你忘了，留下古殿的大能是想传信息的，他能想不到文字会消失吗？我故意顿了顿，灵虎立马不耐烦，有话直说，少打哑谜。我笑了笑，继续道，那大能肯定考虑到时间的问题了，所以他不用文字，用了最能跨越时间的方法，图画。我把手里的白纸悬浮在空中排好顺序，又用灵力把古殿上的花纹拓印下来，两部分花纹在空中组合，最后拼成了一幅残破的图画。文字会断层，但图画不会，这是所有生灵学知识的第一步。这古殿上的根本不是文字，是图画，我们把它当文字看，当然看不懂。胡战和灵虎看着那幅拼出来的图画，眼里满是敬佩。这青铜古殿立了几千年，妖族无数大能都解不开，我来了短短几个时辰就弄明白了，换谁都得服。我们仨盯着那幅残破的图画，总算从里面看出了一个古老的故事。很久之前，天上总往下掉巨兽，抓地上的生灵，生灵们拼命反抗，根本没用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人发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，生灵们借着这股力量打跑了巨兽。一开始还以为是上天的恩赐，结果后来才发现这股力量比巨兽还危险。到这，图画就断了。灵虎急了，你还有其他花纹吗？快拿出来，后面到底怎么了？我两手一摊，没了。我手上的花纹全拿出来了，整幅图也就凑齐了1/10。要想知道完整的故事，得凑齐18座青铜古殿的花纹。灵虎看向图画最后那段，虽然整幅图断断续续，但最后那段还算完整，能看出来那股力量被封印了，镇压在18座青铜古殿之下。这18座古殿由18个种族看守，其中2个就是人族和妖族，其他16个种族的信息早就被岁月磨没了。刚弄明白这事，胡战和灵虎就悄无声息地封死了我的所有退路。刚弄明白这事，
时，胡战和林虎就悄无声息地封死了我的所有退路。我咂咂嘴，看在我帮你们解开疑惑的份上，让我把话说完再动手行不？胡战笑了，你的悟性让我们害怕，这样的天赋在哪儿都是宝贝，但我想不通，你为什么来夜月国参加招婿大会？别拿仰慕完颜公主这种话糊弄我。我来夜月国当然有目的，不然跑这么远干嘛？但在说我的目的之前，我先跟你们说件事。夜月国修士突然变多，把大钱打得节节败退，我一路来都想不通，直到来了夜月国，才知道你们内部经历了大清洗，清洗完实力反倒涨了，这就更奇怪了。还有，大钱怕是出了叛徒，所有线索看似有关，却少了个关键。直到现在我才找到这个关键。我走到青铜古殿前，18座古殿刻的都是同一个故事，单靠一座啥用没有，所以我怀疑大钱的叛徒带着这个秘密投靠了夜月国。而且你们看，这古殿是有人故意损坏的，坏的地方正好是生灵借用那股不祥力量的部分。胡战听完，脸色瞬间变了，急问：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悠哉道：我想说，你们别想着杀我了，轮不到你们。从你们的反应就能看出来，你们也不知道夜月国突然变强的秘密。你们俩来这就是为了探寻这个秘密的吧？现在你们知道了，故意回古殿的人会放过你们吗？我的话刚说完，狼王和龟老就从远处走了出来。胡战和林虎当场就慌了，胡战立马拱手：启禀狼王，此人乃是奸细，我等正准备将其献给狼王。狼王冷笑一声：你们虎族总爱玩些小伎俩，当初怂恿虎族追求月儿，无非就是想利用月儿知道背后的秘密，现如今秘密被你们知道了，还不满意？冷汗顺着胡战的额头往下流。狼王又道：狐族和虎族的两个老东西，以为联手就能让我交出秘密，太天真了。他右手一挥，2颗血淋淋的人头就扔到了胡战面前。胡战和林虎魂都快吓飞了，他们压根没想到狼王的实力会强到这个地步。你们是妖族的未来，现在弃暗投明，我不杀你们，还赐你们机缘。狼王抛出橄榄枝，胡战和林虎想都没想，直接臣服，解决了他俩。狼王的目光就落到了我身上。陈长生，我很欣赏你的才华，说出幕后主使，归顺我，我饶你不死。我笑了，狼王恐怕要失望了，我背后的人你永远想不到。另外，我知道获得那股力量要血祭，你现在没杀我，就是不想浪费我的性命吧？狼王眼睛一眯，冷声道：你果然知道很多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让你如愿。他大手一挥，直接把我带到了另一个地方，眼前是一个硕大的血池，池边堆着密密麻麻的白骨。紧接着，狐族和虎族2位化神期大能的尸体被扔了进去，血池瞬间沸腾。没多久，一颗漆黑的丹药就凝了出来。狼王拿起丹药一口吞了下去，皱着眉：没了月儿的血为引，这血池怕是没法助我突破化神期。龟老，真没别的办法了。龟老走到他身边：回狼王，老朽确实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狼王的话刚问出口，龟老的手就直接穿过了他的胸口，密密麻麻的黑色文字从龟老手上爬到狼王身上。吃了你，我就能突破化神境。狼王看着龟老，眼里满是不可思议，谁也没想到龟老会突然偷袭。胡战和林虎直接看呆了，狼王想反击，却发现自己的灵力压根调动不了半分。龟老慢悠悠道：别白费力气了，我能助你达到化神圆满，自然也有反制你的方法。他右手一抽，狼王的心脏和全部修为就被抽了出来，鲜红的心脏慢慢变成了一颗圆润的丹药。龟老把丹药收起来，转头看向我，眼里带着疑惑：你为什么不怕我？话音刚落，他一巴掌就把胡战和林虎拍翻在地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半点惧意都没有，轻声道：师祖，都到这时候了，你还不愿意显露真身吗？龟老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：还是被你猜出来了，你果然是上清观500年来最杰出的弟子。说着，他那老态龙钟的身子开始变化，最后变成了一个儒雅的年轻人，正是上清观的祖师，带我入修行之路的羽化真人。不远千里来夜月国，难为你了。羽化真人走到我身边，语气依旧慈祥：跟师祖说说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看着那张熟悉的脸，我嘴角忍不住颤抖，开口道：从3师兄口中得知上清观的噩耗后，我就一直在想，上清观为什么会落得这个下场。夜月国修士暴增是真的，但师父他们不是刚入修行界的新人，没理由全军覆没。羽化真人淡淡道：所以你怀疑大钱出了叛徒？是，
可我想破头都想不通，什么样的叛徒能做到这个地步？上清官配合皇朝抵御外敌，但师傅他们的行踪是门派绝密，就算是皇朝之主都未必全知道。也就是说，大前的叛徒不管是什么势力，都没法让上清官全军覆没。唯一的解释就是上清官内部出了叛徒。我看着他，我怀疑过官里所有人，甚至怀疑过师傅是假死，可从来没想过这个人会是你。师祖，你已是化神大能，在大前的地位无人能比，夜月国根本开不出能招揽你的价格。合情合理。羽化真人点头。那你后来又怎么肯定是我？我长舒一口气，我也是刚刚才敢确认。来夜月国后，我碰到一个妖族，他居然能认出上清观的不传之秘血遁，还对上清观极为了解。可有意思的是，他只知道上清观有9名真传弟子。我陈长生虽然在上清观名声不显，但只要稍微用心查，就能知道我的存在。这说明叛徒就在上清观，而且对我很好，故意切断了关于我的信息来源。为了验证，招婿大会上我用了真名，可到现在夜月国依旧不知道我的身份，这就足够说明一切了。我抬头看向他，师祖，接下来的事还用我说吗？师祖，接下来的事还用我说吗？羽化真人笑了笑，从我怀里拿走小白狼，困住他的行动，温柔地抚摸着。说说吧，从别人口中听自己的故事，别有一番风味。没问题，我点头。能做到这些事，这个叛徒的地位和实力绝对不低。师父的尸体我进禁地时见过，所以不是师父。没破解青铜古殿的秘密前，我始终想不通你背叛的动机。可解开秘密后，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另外，我在上清观书坟里看到一本无名游记，上面记录着夜月国禁地的情况。那本游记距今起码500年了。师祖，你500年前就动了这个念头，对吗？羽化真人放声大笑。招你入上清观，真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事。我500年的布局，你短短5年就解开了。你的悟性旷古烁今。为什么？我终究还是问出了口。师祖，你想得到力量没错，哪怕你想另立皇朝，师父他们也会跟着你的。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们？羽化真人的脸色淡了下来。大前皇朝是我的曾经，上清观是我的心血。大前皇朝是我的曾经，上清观是我的心血。我本不想让上清观掺和进来，可他们太迂腐了。发现这个秘密后，不但不支持我，还把秘密说了出去。不然你以为玲珑宗和天佛寺的人能发现我的布局？我布局了500年，不允许有人坏了我的好事。那三师兄呢？你为什么放过他？近水的性子懒散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清风他们发现秘密的时候，他出去偷懒了，所以他不知情。羽化真人话锋一转，问我：对了，你怎么知道获取那股力量需要血迹？我挤出一个笑容。师祖，你这么聪明，怎么现在反倒糊涂了？无量秘境你估计去了多少次？我藏了一部分花纹，你看不出来。羽化真人拍了拍额头，笑了。有这么杰出的弟子，都快给我高兴糊涂了。以你的性子，藏私也在情理之中。他拉着我走到血池前。长生，整个上清观，我最看重的就是你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在人群中一眼相中你吗？因为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一种连我都没有的气质。淡然，你没有凡人的忙碌，也没有修士的执念，仿佛世间一切都只是你人生的过往云烟。修行者修道为了长生，可就算是活了1000年的化神修士，也没有你这股气质。事实证明，我没看错你，现在机会就在你眼前，只要我们联手，能比所有人走得更远。面对他的邀请，我默默往后退了一步。羽化真人皱眉。怎么，你也觉得这股力量是不祥的？这一点你大可放心，我仔细研究过，直接吸取力量确实会有麻烦，但经过血脉过滤就不会了。看守青铜古殿的18个种族，正是过滤这股力量最好的工具。完颜阿骨朵那个蠢货，一直用他女儿的身体过滤，他以为这样就没事，却不知道血脉不纯，过滤不干净，不然他也不会被我反制。我摇了摇头，师祖，我不是担心这股力量安不安全，我压根就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我来夜月国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把师父和师兄们的尸体带回去。原本一脸兴奋的羽化真人脸色瞬间冷了下来。你终究还是和曾经一样，但你该知道，
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弟子当然知道，还请师祖看在曾经的情分上，让弟子给师傅收完尸再动手吧。羽化真人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可对着我这个弟子，他终究还是多了一丝耐心。他一挥手，7具尸体整整齐齐地出现在我面前，元神上人身体里的禁制也被清除，变回了尸体。看着这些朝夕相处的故人，我拿出11具棺材，开始给他们入殓。元神上人、大师兄、二师兄一个个都安置好后，我又给狼王收了尸，擦去血污，换上新寿衣。他被挖走的心脏找不回来，我就用木头雕了一个，加上狐战和灵虎，11具棺材刚好够数。羽化真人看着我，送葬人有意思的称呼，但你为什么只挖了3座坟？难不成你觉得你能活着带走他们？难不成你觉得你能活着带走他们？我笑了笑，师祖说出来不怕你笑话，我没入门前是卖棺材的，慢慢就有了这个称呼。但干这行，我对量的把控还是很准的。今天只用得上11具棺材，我就不会多拿。哦，你凭什么有这样的把握？我咧嘴一笑，师祖，你听说过百拜仙尊吗？话音未落，我直接甩出一具石棺，石棺感受到血池的气息，瞬间放出耀眼的光芒，一道伟岸的身影从石棺中浮了出来。孽障，还敢现身！一声怒喝，一只硕大的拳头直奔羽化真人。羽化真人急了，直接把小白狼扔出去想挡一下，可百拜仙尊的拳头哪是那么容易挡的？拳头虚影穿过小白狼，狠狠砸在羽化真人身上，噗！化身圆满的羽化真人直接被一拳砸飞，百拜仙尊的虚影没乘胜追击，反而把不远处的青铜古殿召唤过来，狠狠镇压在血池之上。不！羽化真人大喊一声，飞到青铜古殿下方想阻止，可根本没用。紧接着，一处隐蔽的山洞传来剧烈爆炸，一个光头吐血飞了出来，正是镇压不祥元拳的一休禅师。一股漆黑的力量狠狠砸在青铜古殿上，原本急速下坠的古殿猛地一顿。一休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我抄起地上生死未知的小白狼，冲着重伤的一休大喊，我只是金丹境，没有一休的帮助，根本没法离开夜月国。百拜仙尊的虚影再强，也只是无根之水，能不能敌得过那股不祥力量还难说。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赶紧跑，跑越远越好。一休听到我的喊声，没多想，直接燃烧精血，施展佛门神通。眼见我们要逃，羽化真人龇牙欲裂，可头顶的青铜古殿让他动弹不得。无数经文在我和一休身边盘旋，我们的身影渐渐变得虚幻。师祖，弟子是卖棺材的，终有一日，弟子会来给你送葬的。我的声音在禁地里回荡，也狠狠砸在羽化真人的心上。这一路，我们拼了命的跑，出了夜月国千里之外。一休吐出一口金色的鲜血，直接摔在地上，我压根顾不上他的伤势，一个劲催，别躺着了，快起来，接着跑。一休差点一口气没上来，苦着脸喊：祖宗，我刚施展的是天佛寺的秘术，用一次耗精血缓解10年寿元，现在都逃出千里了，你让我缓口气行不行？贫僧只是个小小的元婴期修士，不是化神大能。我看着夜月国皇都的方向，急道：又一次只短寿10年，化神圆满的完颜阿骨朵，在羽化真人手上一招都走不过。等他来了，你直接没命。这话一出，一休噌的一下从地上蹦起来，再次施展了耗寿元的秘术。我们的身影瞬间消失，这一晃我们就逃到了6000里之外。我虚弱的摔在地上，一休的脸白得像死人。他接连动用了6次秘术，身受重伤的他现在和死人就差一口气，可我还是觉得不稳妥。带着濒死的他施展血遁术，12次血遁，这是我目前的极限，再多一次我就得命丧当场。我随手甩出几只阵旗，又挣扎着给一休嘴里塞了一把丹药。做完这些，我眼前一黑，直接晕了过去。晕过去前就一个念头，他要是能追过来就让他杀吧，再跑下去不用他动手，我自己就没命了。另一边，羽化真人出现在我第一次停留的地方。庞大的神识笼罩方圆千里，可搜了半天，他的嘴角直抽抽。他这具分身虽然只是分身，但实力不输一般的化身修士。我和一休的气息他再熟悉不过，只要没逃出5000里，他绝对能抓到。就算逃出5000里，万里之内他也能感知到。可现在他用尽手段都没感受到我的气息，这说明我在短短2个时辰里逃到了万里之外。羽化真人冷笑一声：我的好徒孙，你可千万要躲好了，若是让师祖找到你，你小命不保。说完，他转身飞回夜月国，他的本体那边出了麻烦，这个分身耽搁不起。等我醒过来，一休已经恢复了一点灵力，我又拉着他继续跑。一休苦着脸：长生，咱们能不跑了吗？羽化真人只是化神圆满，不是化神之上。我们现在已经逃出万里之外，他抓不到我们了。我不但没停，还加快了速度。
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谁知道那师祖有没有什么秘术能找到我们？稳妥点，先跑个2万里再说。你别说话，抓紧疗伤，等你好了，你来带我们跑。一休翻了个大白眼，只能闭上眼睛疗伤。百年没见，我这小心谨慎的性子一点都没变。百年没见，我这小心谨慎的性子一点都没变。他心里憋着一堆问题，想问问我当年为什么不辞而别，想问问长生师叔为什么认识我，还想问问原本没修炼天赋的我怎么就到了金丹境。可这些问题也只能等安全了再问。时间过得飞快，1个月就这么过去了。我真的带着一休逃了整整2万里。我们降落在一处山巅上，一休松了口气，这下总不用跑了吧？我们离夜月国整整3万里。羽化真人就算是神仙，也未必能找到我们了。我看着周围的环境，点了点头，确实差不多了。我们现在和夜月国隔着一个皇朝，他就算想来抓我们，也没那么容易。一休刚想开口问我当年的事，我直接打断他：“念生呢？”一休的目光瞬间闪烁起来，支支吾吾道：“师叔他老人家不见了。”不见了。我皱起眉，这话什么意思？就算你告诉我念生惨遭毒手，我都能理解。可不见了是什么意思？他可是和你一起进夜月国禁地的一个大活人，怎么会不见了？一休面露难色。当初宗门知道羽化真人叛国后，就派我和师叔去探查禁地的秘密，想改变战局。到了禁地，我们根据上清观的线索，顺利发现了夜月国的秘密。可在封印那股不祥力量的时候，被人发现了。完颜阿骨朵召集了2位化神期老祖围剿我们，天佛寺和玲珑宗的老祖来救援，可还是没法突围。最后2位老祖牺牲自己，强行封印了大半的力量。我问的不是禁地的情况，我想知道李念生是死是活。我盯着他。老祖牺牲后，我们俩也逃不掉了。本以为必死无疑，谁曾想师叔在青铜古殿里发现了一个残破的上古传送阵。那阵法虽然破，但修补一下还能用。然后呢？你别告诉我，你独自留下断后，让念生先走。这当然不可能，能活着谁想死？可那传送阵是残破的，我在传送途中掉出来了。后来没办法，我只能躲在封印的裂缝里，摆出同归于尽的架势，不然我根本活不到现在。我追问，那传送阵通向哪里？不知道，上古传送阵的威力太大，我看不懂，但传送距离应该在10万里以上。听完这话，我只觉得头大。这茫茫人海，我上哪儿去找念生这个丫头？一休看我愁眉苦脸，连忙安慰：“你也别太担心，师叔已经元婴圆满，距离化神就差1步。以他的实力，在哪儿都能活得很好。”他话锋一转，又问：“你怎么突然就金丹境了？我记得你以前的修炼天赋很差呀。还有，师叔好像很早就认识你，你到底活了多久？”面对他的问题，我没回答，而是解开了小白狼的禁制，让他恢复了人形。完颜月恢复修为后，没跑也没和我拼命，就呆呆地坐在原地。没过多久，2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我无语道：“你哭什么？你爹又不是我杀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能保住性命，应该高兴才对。”完颜月瞬间炸毛：“我凭什么不能哭？我最爱的父亲利用我，还死了。碰到这种事，你哭不哭？”他冲着我发泄一通，擦干眼泪，低着头轻声道：“谢谢你为我爹收尸，虽然他利用我，但他终究是我爹。如果没有你，他恐怕会暴尸荒野。”一旁的一休小声道：“那个，你爹不会破尸荒野，羽化真人要用你爹的尸体血脉，就算陈长生把他埋了，他大概率还是会被挖出来。”这话一出，完颜月冰冷的眼神瞬间看向一休，一休立马捂住嘴退到一边。完颜月又看向我：“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”还能怎么办？这修仙界我算是看透了，还是干我的老本行，卖棺材。大前皇朝我暂时不回去了，你们俩呢？大前皇朝我暂时不回去了，你们俩呢？完颜月想了想：“羽化真人掌控了夜月国，长久下去，夜月国的子民肯定会遭灭顶之灾，所以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回去。”我又看向一休，他双手合十：“阿弥陀佛！大前皇朝和夜月国皆处在水深火热当中，正所谓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贫僧愿意以身饲魔。”我瞥了他一眼，说人话：“我要带领天佛寺刨原点，羽化真人不会放过天佛寺。”我点了点头，一挥衣袖，8具棺材出现在一休面前。这是我师父和师兄们的尸体，你要回大前就顺道把他们带回去。另外，这是我给他们选的风水宝地，你按这上面的地址安葬就行。一休看着手里的地图，又看了看我，嘴角抽了抽：“你这么熟练，这些东西你该不会早就准备好了吧？”恭喜你猜对了，从我入上清观开始，我就给所有师兄弟准备了棺材和风水宝地，包括师父和师祖。一休瞪大了眼：“照你这么说，你连我的也准备了？”“当然，不过你要给钱，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，给你打8折。”一休的脸都扭曲了：“陈长生，我现在还活得好好的，你这么早就给我准备棺材和坟地，是不是太早了？”“早点准备省的麻烦，你又不是不会死。”
你又不是不会死，早晚有这么一天。我现在是元婴境修士，未来也有可能到化神境，化神修士就不会死了。我的话让一休哑口无言，他只能把棺材和地图收起来。行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咱俩谁给谁收尸还不一定呢。对了，你说的百拜仙尊是谁？在夜月国要是没有他的虚影，我们可就死定了。要不你透露点线索，我也好去找找这位前辈。我挥了挥手，别想了，百拜仙尊少说也是2000年前的人物，现在死的估计连灰都不剩了。我在无量秘境发现了他留下的石棺，上面记录了一些他的事迹。他本来准备在无量秘境作画，后来又选了其他地方。我原本以为他只是找了个好地方，可发现青铜古殿的秘密后，才知道没那么简单。当初就是随手试一试，没想到真起作用了。完颜月好奇地问：那如果百拜仙尊的石棺没起作用呢？那我就只好投靠我那位师祖了。我虽然是卖棺材的，但不代表我想死。完颜月彻底无语，他实在分不清我到底是冷血无情还是重情重义。说我冷血，我不远千里来夜月国，冒着重死的风险，只为给故人收尸；说我重情，说起投靠敌人，却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。我和一休交代了一些细节，挥了挥手：你们该走了。你们该走了。百拜仙尊的石棺就算没解决羽化真人，也会给他带来不小的麻烦。现在你们知道了他的秘密，他不会光明正大的杀你们，小心点，应该能活下来。一休看着我，现在我们回去，危机四伏，你就不劝劝我们？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万物生灵走向终结是必然的，无非是早一点晚一点，这条路是你们自己选的，我为什么要劝？最多卖给你们的棺材打个折上折。一休翻了个大白眼，真受不了你这个无情的家伙，我先走了，等过个1800年，我再来给你收尸。说完，一休转身就走。完颜月深深看了我一眼，也跟了上去。看着一休的背影，我嘴角含笑。这小和尚虽然每次都说不过我，但人很聪明，他大概已经猜到我活了很久，只是从来没问过。有些事不说破最好。我伸了个懒腰，看向身后的国疆，喃喃自语：听说这是玄武国，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。说着，我悠哉悠哉地向山下走去。这一晃就是43年，我在玄武国的苦海镇扎了根，开了家棺材铺，顺带还做些收尸送葬的活计。这天，店铺门口围满了人，一个身高2米的壮汉挤开人群，直接跪在我面前。先生，这次你一定要帮我呀！我连忙把他扶起来。大壮，有什么事直说，能帮的我一定帮。大壮擦干眼泪，从怀里掏出几块带血的零食。先生，这是我全部的身家了，剩下的我一定凑齐，只求你能帮我弟弟恢复全尸。我看了一眼不远处盖着白布的木板，摇了摇头。生意就是生意，没有拖欠的说法。我知道你们兄弟以采药为生，我最近缺些药材，我收购你们的，怎么样？大壮连忙把背篓拿过来，里面都是些低级药材，品相还不好，就算溢价，最多也就值3块下品零食。我扫了一眼，开口道：不错，都是我要的上品药材，我出100零食收购。我把背篓拿过来，递给大壮一个兽皮袋，请我送葬，最低标准100零食。最近小店有活动，再送你一副上好的棺材。多谢先生，大恩大德，永不敢忘。100零食走了个流程，又回到我手里。我走向那木板，缓缓掀开白布，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出现在眼前。围观的人瞬间一阵反胃。我问大壮怎么弄的？前些天我们发现了一株100年灵药，旁边有守护魔兽。我知道魔兽厉害，没敢动，可二壮偷偷去采摘。等我赶到，他就只剩一具尸体了，这都怪我，他是想用药灵给我换资源呀。大壮跪在地上泣不成声，我摇了摇头，拿出一套专业工具，嘴里喃喃道：一顺筋，二拼骨，先四肢后躯干，五脏六腑不能乱。血肉摩擦的声音传来，不少人跑到一旁呕吐，我却面色平静，手上的动作不停，忙碌了1个时辰，残破的尸体终于拼凑完整，缺的部分我用其他材料补上，然后拿出一口上好的棺材，把尸体轻轻放进去。送葬的活做完了，去见你弟弟最后一面吧，尽快让他入土为安。说完，我走到一旁的桌子前，开始给人治跌打损伤。一个断了手的壮汉笑着说：先生，你涉猎的行业也忒多了，白事一条龙包圆就算了，还炼丹治病。前2天我还见你在棺材上刻画阵法，你该不会又要开新项目吧？我给了他一个白眼，还不是被你们逼的，我本来就卖棺材，结果有人抬着半死的人来买棺材，看到那人还有救，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吧。结果倒好，他们不感恩就算了，还到处宣扬我医术超群。人越来越多，我只能开个医馆，开了医馆还不算，你们还馋我的药，非要买，馋
缠了我1个月，我只能开颅炼丹。说着，我手上猛地一用力，那壮汉发出杀猪般的惨叫。我趁着手骨复位的瞬间，一张膏药拍在断骨处。好了，养1个月就能活动了，以后少打架，你才炼体3层，和你动手的人最少炼体5层。要不是人家手下留情，你这右手就废了。壮汉咧嘴一笑，先生，这次是我大意了，下次绝对不输。我修炼的3阳断体法是玄阶功法，他的只是黄阶高级，他赢我只是仗着境界高，等我到炼体4层，定要越阶而战。我撇了撇嘴，没再劝说。玄武国人好战，刻在骨子里的，劝他们不打架，比劝他们不呼吸还难。我正给人看病，远处突然传来几道强大的威恙，玄武国的底层修士纷纷让开一条路。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人走过来，对着我恭敬行礼。左星河拜见先生。我满脸无语，我真后悔当初救你。每年你都来请我一次，整整10年了，你不嫌烦吗？左星河笑了，若是能请到先生，别说10年，再花10年又如何？10年前若非先生搭救，星河早就命丧黄泉了。只是我想不通，以先生的才能，为何甘心隐居在这小小的苦海镇？只要先生愿意，玄武国可封先生为国师。我不去皇都，不是恃才傲物，也不是你开的条件不够，实在是皇都比不上苦海镇。我指了指周围，苦海镇在魔兽山脉边缘，每天都有新鲜的药材和珍贵树木。我开棺材铺和医馆，这些东西对我太重要了。这个理由我用了10年，他也听了10年。左星河笑了笑，摆了摆手，身后的人端来一个托盘，他掀开红布。先生说的是，但玄武国求贤若渴，这次我带了些东西，相信能弥补先生的损失。这株七星草是玄武国皇室珍宝，珍藏了300年。这千年肉灵芝是我国花大气力弄来的。这本九转玄功，若非只有前3层，定能入天阶功法之列。若是先生愿意去皇都，这些都是先生的。我看着托盘里的东西，确实有几分心动。玄武国注重肉体修行，九转玄功号称天罡诀之下第一功法，他这是下了血本了。我走上前看了看，又把红布盖了回去。星河公子，不是我不识抬举，只是我真不想沾染皇室的是非。你开的价格越高，说明你想让我解决的麻烦越大。我自认为本领不够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我转身想回店铺，左星河突然开口：先生，青铜古殿的消息你也不想知道了吗？我的脚步瞬间停住，回头问：你真的找到了？没错，10年前先生随口提了一句，我记在了心里。经过10年调查，终于发现了蛛丝马迹。另外，青铜古殿的线索和皇都的事情有关联，先生想要知晓，恐怕要去皇都走一趟。自从知道念生在青铜古殿的传送阵消失后，我就一直在打听其他青铜古殿的下落，查了10多年都没消息，早就不抱希望了。现在突然得知，我不可能不动心。我沉吟片刻，你这消息可真把我难住了。也罢，陪你走一趟。不过丑话说在前頭，皇都的事情我只能尽力，能不能成我不敢保证。我回去收拾东西，马上就跟你走。能不能成我不敢保证，我回去收拾东西，马上就跟你走。左星河激动道：那星河就在外面恭候先生。我回到棺材铺，把家当收进空间，看着角落里一具豪华的棺材，喃喃自语：去夜月国收尸花了5年，在这卖棺材过了43年，离开上清观快49年了。当初3师兄伤了根基，最多只有50年寿元，现如今风波再起，老天爷是提醒我该去给3师兄收尸了。我抚摸着刻满阵纹的棺材，这具棺材我花了40年准备，未来的使用者就是羽化真人，我的师祖呀，收1个也是收，收2个也是收。3师兄快死了，你也没必要活着了。徒孙花了40年给你准备了上好的棺材，你该瞑目了。说完，我把棺材收进空间，转身离开了这间待了43年的棺材铺。宽敞的马车里，我捧着一本书细细品读。左星河在一旁称赞：先生学富五车，依旧手不释卷，这般态度让星河佩服。此次去长安，我本该安排高等魔兽做先生的坐骑，只是怕太过招摇，给先生带来麻烦。等到了长安，我一定好好给先生接风洗尘。我收起书，看着他，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。之前不和你交谈，是不想插手玄武国皇室的事，现在答应帮你，自然不会小气。你身为玄武国大皇子，这点麻烦都解决不了，岂不是贻笑大方？左星河的小心思被我戳穿，也不辩解，整理了一下措辞。先生，有一个问题困惑我许久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修士也一样。可先生不但修为不差，还精通炼丹、阵法、医术、寻龙点穴，这么多东西，先生是如何门门精通的？我问他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正好100岁。100岁有你这个修为，算有天赋。你活了100年，前20年少不更事，后面80年你都做了什么？我看着他，1年365天，80年就是2万多个日夜。凡人的80年可能是一生，但修士的80年更有价值。凡人会被疾病、饥饿、疲劳浪费时间，修士不会，我们可以辟谷，不会生病，还能打坐代替睡觉。这么久的时间，你得到了什么？左星河思索道：修为、
权力，还有一味道理。总结得很到位。那除了这些呢？我追问。一天12个时辰，你所有时间都花在这些上面了。外出游玩，风花雪月，争强好胜，这些事也占了你不少时间吧？外出游玩，风花雪月，争强好胜，这些事也占了你不少时间吧？我不是什么天才，也没有厉害的师傅，只是把你们丢弃的时间捡了起来，仅此而已。修身先修心，心境不够，修行之路走不远。左星河长舒一口气，眼中的敬佩更深。好一句仅此而已。先生这话足以让天下修士无地自容。玄武国愿以国士之位待先生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？我摆了摆手，还是算了，我的心思不在这儿。另外，你花这么大代价请我出山，说明长安城的情况已经很不乐观了。你父皇还能活多久？左星河叹了口气，父皇是玄武国有史以来最强的君王，可任凭修为再高，也敌不过天人五衰。现如今父皇的大限只有1年不到了。前段时间父皇下旨，谁能选到龙穴所在，谁就能继承皇位。我皱起眉，左皇活了2300年，能延寿的方法，玄武国应该都试过了。他现在急切找墓地，怕不是找龙穴，是找能让人逆活一世的地方吧？这样的地方可不好找。左星河苦笑道：若是好找，我就不来请先生了。几位皇帝都找了高手相助，我实在没把握，不得已才来打扰先生。不知先生对这件事有几成把握？10成不敢说，5、6成还是有的。左星河瞬间懵了，他遍访隐士高人，大多都说没把握，最多半成。我居然直接说5、6成，他连忙问：先生，你当真有如此把握？找到地方的把握有，但是找到不代表能成功，能不能成，要看玄武国愿意花多大的代价。另外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逆活一世是所有寿元将近的人都想的事，但能做到的寥寥无几。你最好劝劝你父皇，打消这个念头。左星河只是沉默，他当然知道这个道理，可父皇的意志谁能更改？马车很快到了长安城皇宫，玄武国的9位皇子都聚在大殿上，高坐在龙椅上的是一个少年郎，正是玄武国的玄武帝尊。几位皇子纷纷站出来，说自己找到了龙穴，能助父皇逆活一世，唯独左星河一言不发。因为我正在一旁疯狂炫果盘，左星河急得不行，小声道：先生，先别吃了，我们先介绍龙穴吧。我咽下嘴里的灵果，看了他一眼，现在是宴会，吃东西才是正事，你现在该关心的不是这个。左星河满脸疑惑，不关心龙穴，关心什么？我翻了个白眼，你爹马上要死了，你们9个儿子兴高采烈的给他找墓地，你不觉得说不过去吗？你爹马上要死了，你们9个儿子兴高采烈的给他找墓地，你不觉得说不过去吗？这话点醒了左星河，他瞬间反应过来，父皇找龙穴是真，大限将至也是真，但作为儿子，最先该表现的是不舍，而不是急着找坟地。他连忙问：先生，现在还来得及吗？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，动作夸张点。得到我的回答，左星河立马起身，双膝跪地，额头狠狠砸在地上。父皇，儿臣舍不得你啊！其他8位皇子瞬间懵了，龙椅上的左皇目光则落在了我身上。活了2300多年的老怪物，大殿里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耳朵。他挥了挥手，下人又给我端来一个超大的果盘，我咧嘴一笑，多谢左皇。说着，我继续炫果盘，还连吃带拿。其他皇子看得目瞪口呆。左皇开口道：男子汉大丈夫，哭哭啼啼，成何体统？左星河哭得更凶了。父皇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。如今臣即将和父皇分别，心中不舍呀。左皇微微一笑，用灵力把他扶起来。你的孝心我知道，但生离死别乃是天道，不必太伤心。说完，左皇说起了正事。朕大限将至，欲寻一处仙源之地，逆活一世。10年前朕许诺，谁能找到真正的仙源之地，谁便继承皇位。现如今是你们展现成果的时候了。8位皇子纷纷让身边的高人站出来，介绍自己找到的龙穴，一个个说得神乎其神。左星河都有些眼馋，可我依旧在炫果盘，半点要发言的意思都没有。半个时辰过去，8个龙穴介绍完毕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。二皇子不悦道：大哥，你从哪儿找来这么个乡野村夫？如今是父皇千年大计的关键时候，让这样的人出现在大殿，岂不是丢我玄武国的脸面？左星河正要反击，我咽下最后一枚灵果，慢悠悠道：没听说过压台出场吗？厉害的人都是最后才出现的。慌什么？我看向左皇，敢问左皇可有地图？越详细越大越好。左皇手指一挥，5名壮汉抬着一卷巨大的地图走进来，展开后铺满了小半个宫殿。我仔细看着地图，把8个龙穴一一标注出来，然后拱手道：左皇，恕在下直言，这8个地方在我眼里都是垃圾。
在我眼里都是垃圾。想要逆活一世，唯有一个地方有几分可能。这话一出，那些高人瞬间怒了。放肆！你师承何门何派，竟敢大放厥词，说出你的师门，我们替你师父好好教训你！我掏了掏耳朵，毫不在意。抱歉，我的师门不擅长寻龙点穴，这些东西是我自学的。另外，我的本职工作是卖棺材，兼职寻龙点穴，包办白事一条龙。大殿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没想到大皇子请来的帮手居然是个卖棺材的，而且寻龙点穴的本事还是自学的。其他8位皇子趁机攻击左星河，说他找个卖棺材的敷衍父皇，觊觎皇位。左皇却没发怒，饶有兴致地看着我。这位先生的职业很有意思，不知该如何称呼？在下姓陈，名长生，陛下称呼我长生即可。长生是个好名字。左皇看着我，那不知长生先生可否解释一下刚刚的言论？他们8人皆是玄武国有名的风水大师，先生如此轻视，是否不妥？先生如此轻视，是否不妥？我笑了笑，陛下要找的是能逆活一世的龙穴，这么神奇的地方，若是能轻松找到，天下修士就不会为寿元烦恼了。而且逆活一世至今只是传说，这些人上来就夸夸其谈，足以说明他们的话都是骗人的。骗人的话可不就是垃圾？有几分道理。左皇点头。那不知长生先生选的龙穴在何处？我在地图上指了一处空白的地方，就是这里。放眼方圆10万里，只有这个地方有可能助陛下逆活一世。所有人的脸色瞬间变了。左星河的脸色最难看，因为我指的地方正是和青铜古殿有关的荒古禁地。一个白胡子老头大声斥责：荒谬！荒古禁地是天下公认的禁忌之地，怎么会有龙穴？你意图引陛下入险地，其心可诛。老朽恳请陛下将此子诛灭。左皇连看他一眼都没有，问我：长生先生为何选择此地？荒古禁地生灵勿入，是十死无生的绝地，而且先生似乎知道什么是禁忌。陛下说笑了，禁忌说不清楚，我只是勉强用些词语表达而已。不可被认知，不可被定义，不可被描述，不可被观察。拥有这些特点的，就是世人所说的禁忌。左皇若有所思。先生一席话道出了禁忌的恐怖。既然先生对禁忌更了解，为何还选此地？因为洞天福地，有能者居之。我看着地图，在陛下诞生之前，这片大地上也有其他强者，他们也会被寿元困扰，做出和陛下同样的选择。禁忌的强大，万物生灵都不敢提及，这样的存在停留的地方，一定是最好的。陛下想要逆活一世，所需的龙穴不能以常理论之，那8个龙穴虽好，却不够。想要逆活一世，唯有向死而生，硬闯荒古禁地，方有一线生机。我的话在大殿回荡，所有人的心都剧烈跳动。没人想到，一个卖棺材的居然敢说出如此大胆的言论。大殿陷入诡异的安静。许久，左皇开口道：今日有些乏了，都回去吧。从今日起，长生先生为玄武国国师。玄武国境内，先生可自由出入。说完，左皇起身离开。8位皇子捏紧拳头，眼中满是不甘。国师之位，自由出入玄武国，这是天大的恩宠。我却对着左皇离去的方向大喊：陛下，你不能这样呀！我和大皇子说好了，不担任任何职务的。众人彻底无语。刚走出大殿，左星河就快步追了上来，一把拉住我的胳膊，脸都急白了。先生，你为啥非要选荒古禁地？那地方是真的大恐怖，稍有不慎，整个玄武国都得完。我扒开他的手，咂咂嘴。原因我刚在店里都说了，就那地方才有可能帮你爹逆活一世，其他地儿压根没这本事。先生，你说的理由我懂，可我不信就这一个原因。左星河犟着脖子，眼神里满是执拗。你肯定还有别的心思，你跟我说实话。我瞅着他这副样子，有点无奈。我还以为你算聪明的，居然没看透这局势。我问你，玄武国谁最厉害？当然是我父皇。那谁最了解玄武国的一草一木？还是我父皇啊。玄武国的江山都是他一手打下来的，每寸土地他都丈量过，这不就结了？玄武国的江山都是他一手打下来的，每寸土地他都丈量过，这不就结了？我两手一摊，你爹是玄武国最强的，也是最懂这地方的，他能不知道哪能帮自己逆活一世？你就没琢磨过，他活了2300年，前2200年连个子嗣都没有，偏生最后100年，一口气生了你们9个兄弟，这不是交代后事是啥？左星河瞬间愣在原地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你的意思是，荒古禁地是我父皇自己选的，他让我们找龙穴，只是考验我们？不然呢？我嗤笑一声，逆活一世这事儿比
登天还难，哪是你们这些才活了180年的小毛孩子能张罗的？你爹早就在准备了，最少200-300年。你们这点小动作，在他眼里就是小孩子过家家。说完我就懒得跟他掰扯，转身往旁边的阁楼走。远远就看见牌匾上写着玄武阁3个大字，这可是玄武国藏功法和古籍的地方。我光看这楼的气派，就知道里面有不少好东西，眼睛瞬间就亮了。先生，那是玄武阁。左星河连忙跟上来，除了我父皇允许，就算是我也不能随便进的，你可别乱闯。还有，就算父皇允许你进，你也只能看，不能乱碰里面的东西，不然会触发禁制的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一道黑影突然从旁边闪出来，对着我们拱手。陛下有令，长生先生想要玄武阁中的任何东西，可随意调取，任何人不得阻拦。另外，星河皇子需全程陪同先生游览皇宫，务必让先生满意。左星河当场就懵了，嘴张的能塞个鸡蛋，半晌才憋出一句：先生，你该不会是我父皇的私生子吧？不然他咋对你这么好？我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。你小子别乱开伦理玩笑，我姓陈，跟你们左家半毛钱关系没有。赶紧的带我进去，别磨磨唧唧的。进了玄武阁，看着满架子的书籍和玉简，我馋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，随手就挑了一大堆，转身就看见一个比房子还大的书册立在角落，随口问：这是啥？玄武国的史书，从开国到现在的事儿全记在里面了。左星河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，说话都有点飘。哦，史书啊，那可是好东西。我说着就飘起来，跟那本大史书齐平，一眼就看见翻开的那页上赫然写着青铜古殿的记载。我指着那行字：你发现的青铜古殿线索就是从这看来的吧？左星河点头。前不久我来这条九转玄宫，想再请你出山，偶然翻到的。偶然？我笑了。这书这么厚，内容多如牛毛，你偏偏翻到这一页，还正好是我要找的青铜古殿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左星河一脸茫然。不是偶然，那是谁安排的？除了你爹还能有谁？我瞥了他一眼。你10年里每年都去苦海镇找我，这行为够反常了。你爹能不关注？他早查过我的底细，也考察过我，估摸着是对我好奇，就轻轻推了你一把，让你发现这线索，引我来长安。你调查青铜古殿，总得找人问，翻古籍吧。在长安城这地界，你做啥事儿能瞒得过你爹？左星河站在原地，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半天说不出话，活像个被大人耍了的孩子，那模样看得我只想笑。他缓了半天才憋出一句：那先生觉得我父皇接下来会怎么做？还能怎么做？琢磨着能不能接受我开的价呗。我随口道，然后挥挥手：你先走吧，我要在这看书，记得让人把玄武阁的典籍都抄一份给我，我留着慢慢看。左星河嘴角抽了抽，也不敢反驳，只能点点头转身离开。他心里门清，这事儿已经不是他能插手得了。这一晃就是1个月，我在玄武阁里看了整整1个月的书。玄武国每天都派人送各种灵果、灵石过来，我来者不拒，照单全收，愣是半个字没提荒古禁地的事儿。这天我正躺在史书的书页上，啃着一颗千年灵果，嘴里甜滋滋的。一道声音突然从旁边传来：你倒真沉得住气。我扭头一看，左皇不知啥时候来了，正站在旁边看着我。我连忙坐起来拱拱手：见过陛下。他没搭理我的行礼，伸手摸了摸那本厚重的史书。1个月就看了这么多，看样子你是真喜欢看书。陛下慧眼如炬，我别的爱好没有，就爱看书，书里能学的东西太多了。我笑着说，手里还攥着半颗灵果。左皇的脸色突然冷了下来，眼神里带着一丝微央。玄武阁给你了，国师你也当了，送你的修行资源你也全收了，拿了这么多好处还贪得无厌，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那股微压压的空气都凝了，换做旁人早吓得腿软了。可我心里门清，他不会杀我，咧嘴一笑。陛下这话就不对了，我拿的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。交易讲究公平，强买强卖可不行。陛下的实力捏死我跟捏死一只蚂蚁似的，但我敢肯定，你不会杀我，也不会逼我做事。哦，你凭什么这么有自信？左皇挑眉，威压又重了几分。就凭荒古禁地，我迎上他的目光，那地方有多恐怖，陛下比我清楚。去那地方容不得半点意外，带的人必须绝对忠诚。你要是逼我帮你，你心里能踏实，指不定我什么时候就给你使个绊子，那你这逆活一世的大计不就泡汤了？左皇沉默了片刻，眼底的威压散了，吐出3个字：开条件。我想请陛下帮我杀一个人，我直截了当。至于那能进荒古禁地的半成把握，你在杀他的过程中自然就能拿到。左皇笑了，眼神里带着一丝玩味。有意思，以你的本事和脑子都杀不了的人，肯定不是简单角色。我能感觉到你身上除了我们玄武国的功法路数，还有别的修行痕迹。你是从3万里外的大前皇朝来的吧？他顿了顿，又道：星河总把你夸上天，你倒是说说你以前的过往。陛下想听，那
那我就说说。陛下想听，那我就说说。我点点头，把我和羽化真人的事儿原本讲了一遍。从上清观的师门惨案，到夜月国禁地的对峙，再到我逃到玄武国的这43年，只是隐去了我和一休念生的关系，还有我能长生的秘密。对着一个大限将至的老怪物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我把故事讲完，左皇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好奇。你不惜得罪我，也要让我杀了你的师祖，就是为了报仇？不是，我摇摇头，语气很平静，就是为了一个承诺。当初从夜月国逃出来的时候，我跟他说过，终有一日我会来给他送葬，说过的话就得算数。左皇突然放声大笑，好一个说话算话！据你所说，青铜古殿有18座，彼此肯定有关联。荒古禁地里就有1座，这就是你那半成把握的由来吧？没错，我点头。你把青铜古殿的秘密告诉我，就不怕我跟你师祖一样借用那底下的不祥力量？我不在乎那股力量，我淡淡道，我找青铜古殿只是因为有一位故人在青铜古殿的传送阵里消失了，我想确认他的安全，仅此而已。说完我就静静看着他，等他的答复，心里一点都不慌。我知道他不会拒绝。果然，左皇沉默了片刻，开口道：你的要求我无法拒绝，荒古禁地危险重重，多一丝机会我就多一分希望，准备一下吧，明日便出发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他说完转身就要走，我连忙喊住他：陛下，我那师祖50年前就已是化神圆满，你真有把握杀了他？左皇的脚步顿了一下，回头看我，语气里带着一股睥睨天下的霸气。玄武国辽阔几何，夜月国和大田皇朝加起来都不及玄武国一半。荒古禁地的恐怖，你那师祖敢进去吗？别说是化神圆满，就是化神之上，也不敢打荒古禁地的主意。玄武国能有今天的规模，都是我一手打下来的。大前那样的皇朝，我灭过2个，化神之上不敢做的事，我敢。话音落，他的身影就消失在了玄武阁。偌大的阁楼里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看向大前皇朝的方向，喃喃自语：师祖，时隔50年，徒孙终于要来履行承诺了，你老人家应该会很惊讶吧？第二天一早，一艘堪比山岳的战舰就从长安城升空。我站在战舰的甲板上，眺望着大前的方向。50年弹指而过，师父、师兄们的样子，还有3师兄那懒散的模样，念生喊我长生哥哥的声音，一个个都在我脑子里闪过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先生，你在看什么？左星河走了过来，站在我身边，看看曾经的故人。我淡淡道：可这里离大前有3万里呢，先生能看见吗？故人在心里，不用眼睛看。左星河皱着眉琢磨了半天，还是一脸疑惑，看样子他是压根理解不了这种心情。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：别想了，你现在还懂不了，等你活了足够久，再回头看的时候，就知道这种感觉了。我顿了顿，又道：你小子人不错，脑子也灵光，相识一场，我给你打个88折，等你哪天走到头了，我亲自给你送葬。左星河的脸瞬间就耷拉下来了，苦着脸道：先生，我今年才100岁，还年轻着呢，棺材这事儿还是再等等吧。我瞥了他一眼，没再多说，转身回了船舱。强如左皇都有寿元将近的一天，更何况是他。时间对别人来说是珍宝，对我来说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东西罢了。战舰飞了整整1个月，离大前皇朝越来越近，路上也陆续收到了不少消息。大前已经被夜月国彻底占了，就剩下些零星的力量在苟延残喘。夜月国的妖王被送葬人杀了，上清观出了个新观主，拳法无双，世人都叫他不败道人。这天左星河拿着一份情报凑到我跟前：先生，这送葬人真这么厉害，居然能在妖族境内无声无息杀了妖王。你是大前来的，肯定听说过他吧？他一边说一边分析，眉头皱着。这人行踪太神秘了，性格也琢磨不透，说不定是个喜怒无常的杀人狂魔，不然咋会叫送葬人这么晦气的名字？我们接下来要跟夜月国对上，可得防着点他。我咂咂嘴，看着他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忍不住道：送葬人我知道，不过你放心，他不会拦着玄武国的。先生这话不对啊！左星河立马反驳：这种人最危险了，防患于未然总是没错的。我看着他，慢悠悠吐出一句话：送葬人是我的外号，我怎么不知道我喜怒无常还是杀人狂魔？左星河瞬间僵在原地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嘴巴张了半天，一个字都吐不出来，那副呆愣的样子看得我只想笑。他缓了好半天才憋出一句：先生，你怎么会是送葬人？我为什么不能是？我挑眉：你忘了我是卖棺材的，还包办白事一条龙，专门给人收尸送葬，有这么个外号很奇怪吗？左星
河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，可琢磨了半天，发现我说的话逻辑上居然挑不出错，只能一脸无语地站在那儿，活像吃了个苍蝇。我笑了笑，又道：世人传消息，总爱添油加醋，挑对自己有利的话说，传着传着，真相就变味了。想从这些传言里找到真的，得静下心看本质，不然只能被牵着鼻子走。说完，我祭出飞剑，脚下一点，就从战舰上飞了出去。左星河立马大喊：先生，你要去哪？我不擅长打架，夜月国这仗我就不掺和了。我的声音飘了回去，玄武国再强，也一时半会儿灭不了夜月国。我先去办点私事，过段时间再回来。话音落，我的身影就消失在了天际。左星河看着我消失的方向，急得直跺脚，转头就看见左皇站在身后，连忙道：父皇，你怎么不拦着他？就不怕他跑了吗？左皇看着我离开的方向，眼神深邃。你很聪慧，但见识还是不够，分不清人与人的区别。等你哪天能看透陈长生这个人，你就有资格掌控玄武国了。只可惜我的时间不够了，接下来的路得你自己走。左星河眼中闪过一丝不舍。父皇，你真非去荒古禁地不可吗？说不定这世上还有别的办法能帮你延长寿元。左皇笑了，眼神里带着一丝追忆。你跟年轻时的我一模一样，虚心求教，却又藐视一切。年少时我总觉得天下没有难倒我的事，寿元更是不值一提，觉得生当人杰，死亦鬼雄。苟延残喘的活法我最不屑，可活了2000多年，我变了。你只知道直面死亡需要勇气，却不知道明知死期将至，还敢去追求长生，需要更大的勇气。明知死期将至，还敢去追求长生，需要更大的勇气。你坐到我的位置上，未必有这份勇气。左星河低头思索了半天，抬头时眼神坚定。儿臣没有这份勇气。没有，也未必是坏事，至少你的未来是稳的。左皇拍了拍他的肩膀。若是有可能，将来一定要重用陈长生，他身上有我没有的东西。可先生好像对权力一点都不感兴趣。左星河皱眉。这是你的事，我不能帮你把所有事都做好。左皇说完转身就走，只留下左星河跪在原地，眉头紧锁，琢磨着他的话。我驾着飞剑一路往上清观的方向飞，心里惦记着三师兄。他伤了根基，寿元只有50年，如今50年快到了，我得赶回去。上清观早就没了当年的雅致，破破烂烂的，院子里立着8座坟墓，正是师父和师兄们的。三师兄李进水正靠在元神上人的墓碑旁，剧烈的咳嗽着，整个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仅剩的一只眼睛也没了神采，看着摇摇欲坠。师兄，你怎么又来这儿了？一个穿着道袍的年轻人走过来，皱着眉责怪。正是上清观的新观主宋远山。当年跟在我身后的小跟屁虫，如今也长大了。三师兄笑了笑，声音沙哑：这话该我说才对。你是上清观观主，不拜道人，抵挡夜月国还得靠你。你要是出了事，其他人怎么办？我就是个快死的人，夜月国就算发现我，也拿我没辙。宋远山沉默了，半晌才道：师兄，你说长生大哥会回来吗？会的。三师兄的眼神突然亮了些，看向远处。他答应过我的，要给我收尸送葬。他是个重承诺的人，我快死了，他就快回来了。我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，心里酸酸的，走了过去，轻声道：三师兄，我来了。三师兄听到我的声音，瞬间抬起头，仅剩的那只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，挣扎着想要起来。小师弟，真的是你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我快步走过去，把他扶起来，他的身子轻得像一片纸。我叹了口气：师兄，你马上就要走了，我还是先给你换寿衣吧，等尸体冷了换着麻烦。三师兄用仅剩的力气推开我的手，笑骂道：好你个臭小子！三师兄用仅剩的力气推开我的手，笑骂道：好你个臭小子！我这还没死呢，就急着给我换寿衣，50年没见了，就不能陪我说说话？我翻了个白眼，只好停下手里的动作。行，陪你说，你想说啥就说啥。我俩就坐在墓碑旁，像以前在清风里带着上清观草木腐朽的味道。三师兄靠在墓碑上，独眼里泛着浑浊的光，慢悠悠道：当年你用师傅的雷击木做棺材，我还笑你小孩子心性，现在才明白，整个上清观里就你看得最透彻。他伸手摸着墓碑上的刻字，指腹划过冰冷的石彩，突然一滴淡褐色的血泪从眼角滑落。什么功法神兵，
什么长生大道，到最后不还是逃不过一副棺材、几块木板？我没接话，只是静静地听着。他心里的苦不用多说，我也懂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擦干眼泪，脸上挤出笑容。伤感的话也说了，快让我看看你给我准备的棺材，别太寒酸了啊！我从空间里掏出一具金丝楠木棺材，放在他面前。上好的金丝楠木能保尸体千年不腐。你摸摸。三师兄伸出枯瘦的手，握着棺材的纹路，满意的点点头。不错不错，不枉我白疼你一场。不错不错，不枉我白疼你一场。对了，师祖的棺材你准备了吗？早备好了，我笑道。千年雷击桃木，上面刻满了我会的所有阵法，保证他永远不会诈尸。到时候把他跟你们葬在一起，你们也好慢慢跟他算旧账。三师兄放声大笑，笑声里带着释然，也带着一丝解气。还是小师弟想的周到。他挣扎着站直身体，整理了一下皱巴巴的衣服，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定格在原地，脸上还带着没散去的笑容。我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，已经没了气息。我脸上没什么表情，熟练地给他处理身后事，把他轻轻放进金丝楠木棺材里，然后抬到他早就挖好的土坑旁，慢慢放下去填土立碑。墓碑的落款还是那3个字：送葬人。我从怀里掏出一坛酒，是我当年在无量秘境酿的百花酒，本想拿来贿赂师傅和他，结果一直没机会。我打开酒坛，把酒缓缓洒在他和师傅的坟前。师傅，三师兄，这酒窖了70年，味道比以前更好了，你们慢慢喝，不过我以后再给你们带。2个人喝一坛是有点小气，可我总共就剩10坛了，剩下的我还得留着自己喝，你们将就一下。我拍了拍墓碑，反正你们也不能从底下爬出来打我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走到门口时，背对着9座坟墓挥了挥手。师傅，师兄们，我还得去给师祖送葬，先走一步了。走到门口时，背对着9座坟墓挥了挥手。师傅，师兄们，我还得去给师祖送葬，先走一步了。语气里没有半分悲伤，就像只是跟他们打了个招呼，说要出门一趟，过段时间就回来。离开上清观，我直奔夜月国方向。玄武国的大军已经开始进攻了，没什么废话，直接凭着硬实力横扫。夜月国节节败退，短短1个月，夜月国就被打得支离破碎。无量秘境和夜月国禁地这2座青铜古殿也被玄武国的人团团围住。我回到战舰上时，左星河正在跟左皇汇报战况。父皇，无量秘境已经拿下了，就剩夜月国禁地了，羽化真人还困在里面。另外，天佛寺的人想来求见你。左皇淡淡道：禁地围而不攻，天佛寺的人让他们等着，这事因陈长生而起，也该由他结束。他话音刚落，我就笑着走了过去。陛下恕罪，我去处理了点私事，来晚了。左皇嘴角上扬，来得正好，你师祖被我困在禁地里，就等你去给他送葬呢。你那师祖倒是有点本事，我的分身花了2招才打爆。对了，你的故人好像知道你回来了。你是先去送葬，还是先去见他们？当然先见故人。我咧嘴一笑，我可打不过我师祖，万一他临死反扑，我扛不住，还是跟陛下分兵行动稳妥。左皇哈哈大笑，就欣赏你这稳妥劲。行，给你师祖留口气，让你们徒孙俩好好叙旧。话音未落，左皇的身影就出现在禁地上空，右手握拳狠狠砸了下去。一个硕大的拳印砸在地上，方圆100里的山川瞬间化为平地。我看得眼皮直跳，心里暗道：这老头也太猛了。禁地深处，一只巨鼎飞了出来，直奔左皇。2人瞬间站在一起，惊天动地的声响震得人耳朵疼。我趁机转身，朝着一休他们所在的方向飞去。远远就看见宋远山、一休还有完颜月站在那里。看到我出现，宋远山激动地冲了过来：长生大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。我打量着他当年的小跟屁虫，如今也长成独当一面的观主了，笑道：几10年没见，长大了不少，没辜负三师兄的教导。完颜月站在一旁，欲言又止，眼神里带着复杂的情绪，有感激，有不舍，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眼神里带着复杂的情绪，有感激，有不舍，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他沉默了半天才开口：你接下来打算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继续干我的老本行，卖棺材呗。我耸耸肩，大钱我暂时不回去了，这修仙界我算是看透了。完颜月的眼神暗了暗：你还是要走？也不算走。我看着他，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，该去的地方，我只是去我该去的地方，做我该做的事。宋远山急了：长生大哥，麻烦都解决了，上清观百废待兴，你就不能留下来吗？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：重建上清观是你的使命，不是我的。人与人的命不一样，有的人适合扎根一处，有的人适合四海为家。道门讲究一个缘字，我跟你们的缘分尽了，也该说再见了。宋远山握紧了拳头，没再说话。他心里其实早就清楚，我从来没把上清观当成家，这里只是我歇脚的地方，迟早会走。我转头看向一休：小和尚，认识这么多年，我要走了，你不挽留一下？一休翻了个白眼，不屑道：你陈长生要走，谁留得住？我们是这片土地的草木，你是路过的鸟儿，迟早会飞走。
你是路过的鸟儿，迟早会飞走。我早就算到这一天了。他说话的功夫，左皇那边的战斗已经结束了。我笑了笑，几十年没见，佛法倒是长进不少，好好努力，争取当个一代大师。那边的事结束了，我该去给我师祖收尸了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完颜月突然开口：“还能再见到你吗？”我脚步顿了顿，没回头。不好说，但活得久一点，总能有机会的。一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“他等了你50年，天天说要报答你，结果你来了，他连手都不敢动。”我没接话，径直朝着禁地走去，心里暗道：这丫头估计还记着当年的仇呢。夜月国禁地里一片狼藉，我扛着给羽化真人准备的豪华棺材，小心翼翼地绕过一个个大坑，走到青铜古殿面前。羽化真人被镇压在古殿下面，气息奄奄。看到我进来，他居然笑了。不错的棺材，看得出你用心了。那是自然，给师祖送葬怎么能马虎？我把棺材放在地上，上次侥幸逃脱，让你惦记这么久，不好意思。我没想到你会回来的这么快，还请到了这么强的帮手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没有恨，只有一丝惋惜。你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有悟性的弟子，你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有悟性的弟子，可惜了。师祖，临死前我问你2个问题。我看着他，无量秘境也有青铜古殿，你为什么偏偏来夜月国不去？无量秘境下面的东西被人灭了。他淡淡道：我只能来夜月国。第2个问题，你杀了师傅他们，后悔过吗？我死死盯着他的眼睛，想从里面找到一丝愧疚。他沉默了良久，轻叹一声：些许风霜罢了。修道之人为求长生大道，些许牺牲很正常。他朝若得脱身法，生吃黄连苦也甜。我突然笑了，笑得很大声。好一个生吃黄连苦也甜，师祖道心坚定，弟子佩服。既然话都说开了，那我就送你最后一程吧。我话音刚落，左皇就出现在我身边，手里还拿着一具石棺，正是百拜仙尊的那具。他把石棺扔给我：你的东西还给你。我接过石棺收好，看着羽化真人。左皇抬手，一道金光飞出，羽化真人的额头出现一个细小的血洞，气息瞬间断绝。羽化真人的额头出现一个细小的血洞，气息瞬间断绝。随着他的陨落，青铜古殿再次下沉。左皇出手，硬生生阻止了古殿下坠。我趁机把羽化真人的尸体捞了出来，放进准备好的棺材里。轰！青铜古殿落下，血池里的不祥力量被彻底镇压。左皇吐了口气，平复着气息。每座青铜古殿里都有传送阵，彼此之间有联系，可惜这里的传送阵毁了，只能指望无量秘境的那座了。他眼里闪过一丝兴奋。有了青铜古殿，我进荒古禁地的把握又多了2成。我随口问：陛下，你听说过百拜仙尊吗？他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听说过，我10岁的时候就听过他的传闻。左皇道：那时候他就已经是2000年前的人物了。这石棺上的文字是4000年前一个皇朝的，我能看懂，是因为那个皇朝消失的不算太久。我愣了一下，原来百拜仙尊是4000年前的人物，难怪这么厉害。陛下，我先去给师祖安葬，随后就来跟你会合。我扛起棺材转身就走。半个月后，无量秘境的青铜古殿被玄武国的人挖了出来，2艘战舰并排飞向荒古禁地。站在甲板上，看着熟悉的大前土地，我心里感慨万千。不知不觉，我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待了快200年了。先生，你说荒古禁地里面到底有什么？左星河看着远处赤红色的土地，有些紧张。谁知道呢？我摇摇头，可能是机缘，也可能是万劫不复。战舰停在赤红色土地的边界，前面就是荒古禁地。放眼望去，只有一条黑色的山脉矗立在中间，2种颜色形成鲜明的对比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。左皇深吸一口气，右手一挥，3尊人形傀儡被派了进去，每一尊都能敌化神器大能。可傀儡刚走进去没几里地，就被一阵微风吹过，化为了尘埃。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，我也忍不住咽了口唾沫。这荒古禁地比我想象中还要恐怖。左皇脸色不变，再次挥手，玄武国的100万大军动了起来，摆出一个玄奥的大阵，所有力量汇聚在一起，拧成一把横跨10数里的黑色长矛。杀！100万军士齐声大喝，声浪震碎了天上的云彩，长矛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，直奔黑色山脉。轰！长矛撞在一面无形的屏障上，荒古禁地里亮起密密麻麻的银色阵纹，遍布每一寸土地。我只是看了一眼，就觉得头疼欲裂，连忙移开目光。这阵纹太恐怖了！杀！大将军再次大喝，100
万军士七窍流血，燃烧生命，强行提升实力。黑色长矛变成血红色，威力暴涨，终于把屏障撞开了1寸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马儿的嘶鸣声传来，一匹骷髅马从土里钻了出来，马上坐着一副青铜盔甲，盔甲下面空空如也，却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威压。他，青铜盔甲骑着骷髅马冲了过来，手里的腐朽战戈一挥，就把百万军士凝聚的长矛打碎了。我头皮一阵发麻，这也太离谱了！3位白发老者从人群中冲了出来，都是玄武国的底蕴，活了1500年以上，一出手就打得山河动摇。左皇也动了，驾驶着战车，把肉体力量发挥到极致，硬生生在阵纹中打出一道裂缝。我缩在战车角落，偷偷看着外面的战况，心里暗道：还好我不擅长打架。左皇的实力居然已经踏入了第7个修炼境界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强。可就在这时，黑色山脉中传来一声轻叹。跟青铜盔甲缠斗的3位老者瞬间化为血雾，我心里一惊，这才是荒古禁地真正的恐怖，这才是荒古禁地真正的恐怖！左皇怒吼一声，一拳打破空间，抽出一把古朴长剑，正是玄武国的传世至宝真武剑，剑气一挥就把青铜盔甲斩得支离破碎。他提着真武剑再次挥剑，剑气破开阵纹。就在这时，一根细长的发丝从黑色山脉中飘了出来，叮，清脆的断裂声响起，真武剑被发丝斩断。左皇的身体还有百万大军全都被一分为二，我瞳孔骤缩，这是什么恐怖的力量？左皇的上半身还在怒吼，操控着青铜古殿，试图启动传送阵。黑色山脉中一个金色的文字飞了出来，砸在青铜古殿上，左皇的血肉瞬间化为虚无，彻底陨落。青铜古殿随着阵法启动，消失在空中。左星河满脸是血，愣愣地站在原地。青铜盔甲再次聚拢，看了他一眼，就骑着骷髅马回了黑色山脉。他是唯一的活口，荒古禁地要他活着回去，告诉世人这里不可侵犯。我躲在百拜仙尊的石棺里，服下假死丹药，才逃过一劫。3个月后，我小心翼翼地从石棺里爬出来，看着荒古禁地的景象，心里还在后怕，这地方也太危险了。我四处打量，发现自己被困在金色阵纹当中。脚下的阵纹被青铜古殿压住，才没被瞬间秒杀。我试着扔了一根线头出去，线头瞬间消失，地上闪过一丝金色光芒。完犊子了，这阵纹比外面的银色阵纹厉害多了，我根本破不开，我急得直打转。就在这时，脑海里响起系统的声音：宿主为什么不尝试参悟这些阵纹？时间对宿主来说还有意义吗？我瞬间愣住了。对啊，时间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1000年参悟不透就1万年。这里安静，与世无争，正好适合我。我心里一喜，走到青铜古殿旁，开始研究起地上的金色阵纹。玄武阁的藏书我还没看完，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品读。阵纹的事慢慢来，这一晃就是50年。我在荒古禁地做起了生意，给路过的枯骨收尸送葬，换他们身上的遗物。这天我又找到一具枯骨，把它装进金丝楠木棺材里。查看它的遗物时，发现了一本兽皮书籍，还有一顶丹炉，一枚玉简，一个瓷瓶。丹炉和瓷瓶一碰就碎，只有玉简和兽皮书籍完好。我打开玉简，上面写着补天膏的丹方，据说能扭转生死，哪怕寿元耗尽也能再活7日。我把玉简收好，翻看兽皮书籍，这居然是一位阵法大师的毕生所学。从里面我才知道，这金色阵纹是大道演化而来的道纹，有逆转山河、颠倒日月之能，非无上者不可掌控。有了这本书，我参悟道纹的速度快了不少，50年时间才前进了500步，距离另一座青铜古殿还有200步。又过了30年，我距离沉睡的时间越来越近，只能暂时停下，跟左皇的尸骨立下约定，100年后再来给他收尸。我回到青铜古殿，躺进石棺里，对系统说：开始沉睡，时间拉满，沉睡开始，时长160年。再次醒来，我活动着僵硬的身体，身上的衣服已经腐朽，系统面板上多了160个属性点，我全部加在了防御上，防御达到了元婴初期，其他属性还是凡人水平。我盘膝打坐，吸收灵气。以前看过的功法太多，修为恢复的极快，1个时辰就达到了元婴后期。我懒得继续突破，化神境太费时间，元婴后期足够自保了。我从兽皮书籍里找到了一个天地绝命阵，打算改成困阵，封住沉睡时溢出的灵气，省得每次醒来都要重修。又花了几十年，我终于走到了另一座青铜古殿，把左皇的尸骨装进棺材，用木雕补上缺失的下半身。在他身上我找到了半块金片，跟我之前捡到的拼在一起。
起，居然是九转玄功的完整版本。原来玄武国祖上早就有人进过荒古禁地，只是这秘密随着左皇的死，永远埋在了地下。我走进青铜古殿，无数花纹组合，形成了一幅更完整的图画。原来当年生灵界不祥力量打退巨手后，发现力量在侵蚀世界，又跟巨手联手，封印了不祥，打造了18座青铜古殿，由18个种族看守。可后来他们又打了起来，花纹被人刻意抹除了一部分，18个种族和巨手的来源都成了谜。古殿里的3色传送阵原本可以定向传送，可经过战乱和岁月洗礼，只能随机传送了。想要找到念生，就得弄清楚18个种族是谁，还要赌一把，他没传送到巨手那边。我花了2个月，终于弄明白了传送阵的启动方法，躺进百拜仙尊的石棺里，启动了传送阵。嗡，石棺消失在阵中，外面传来无数时空裂缝切割的声音。我心里暗道，幸好我够小心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石棺重重砸在一个祭坛上，我推开棺盖，就看见几百个身披兽皮、皮肤古铜色的壮汉围着火堆舞蹈。一个年老的大祭司正在跪拜，他们看到我，瞬间愣住了，几千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，我尴尬地摸了摸鼻子，这是哪？我一连换了28种语言，终于在用到一种残缺语言时，大祭司有了反应。这里是10万大山，你是谁？我是外来者，能不能用神识交流？我提议道。大祭司点头，神识刚接触到我，就被我强大的神识吓瘫了，连忙磕头，还让族人一起跪拜，嘴里喊着天神感激、白巫之类的词。我心里暗道，这下麻烦了，他们把我当成神使了，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。大祭司把我请进房间，摆满了不知名的肉类和灵果。一个叫阿蛮的少女留下来照顾我，我让她教我这里的语言。一夜下来，我终于能勉强听懂了。从阿蛮口中我得知，这里的人专修蛊虫，能杀敌能救人，就是神识很难提升。白巫族和黑巫族原本是一家人，3年前一只雷兽闯入，压缩了生存空间，他们只能分裂成2族，一强一弱，生死互不相干。阿蛮跪在我面前哀求道：神使大人，求求你救救白巫族吧，我们快被黑巫族逼死了。我无奈叹气，想要找到青铜古殿的其他部分，还得靠他们帮忙。我答应帮他们调停，也让他们帮我找青铜古殿。第2天，大祭司带着我去黑巫族驻地，黑巫族族长见到我，用神识试探，被我轻轻反击，一口鲜血喷出。他不但不怒，反而恭敬跪拜，说我是神使。我彻底懵了。敌对的2族居然因为大祭司一句话就认定我是神使，追问之下才知道，巫族祖先有遗训，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就分裂成2族，若是有神使降临，就能带领他们走出困境。雷兽霸占了他们的祭祀之地，也就是我要找的青铜古殿，把它当成了巢穴。一个叫阿力的少年站了出来，自告奋勇带我去水月洞天找雷兽。神使大人，水月洞天的情况只有我清楚，我能保护你。我一把抓住他，施展飞行术，朝着水月洞天飞去。路上阿力给我指了不少避开凶兽的路，帮了我大忙。到了雷兽的洞穴前，我拱手道：人族修士陈长生求见雷兽大人。话音刚落，一团不明液体就浇了我一身，我抹了把脸，闻着那股腥臭味，瞬间反应过来，这是口水。洞穴里探出一颗庞大的脑袋，嘶吼道：卑微的蝼蚁，滚！啪，又是一团口水砸过来，我再次被浇了个透心凉。我愣了1秒，默默擦干净脸上的口水，转头对阿力说：没事，我暂时不打算走了。什么时候弄死这只雷兽，我什么时候离开10万大山。